大家看这个 GX60呢，它的这个后门上呢是有2个这个可以储藏物品的地方。这边这个呢是装的这个它的随车工具，这边呢是可以用来你携带一些其他的像急救包啊，或者是修轮胎的这个工具啊等等小东西的。这个如果你到野外的话，网上有卖这个不锈钢的这个桌子，像澳大利亚一家公司产的，然后美国有一家公司也产，但是相对来讲比较贵，而且比较重。这个澳大利亚那家产的相对来讲看着又简单，而且质量也不错，但是仍然很贵，要200多个美元。但是你要装澳大利亚产的这个桌子的话呢，就需要进行破坏性的安装，就是你要钻孔啊，等等。今天呢，我看是不是能利用，就是这个地方，我在这个把它这个面板去掉，另外做一个板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个板呢，可以打开的时候就折成平面的，这样拉住，这样就成为做一个，就形成一个小桌子。这样的话，到时候比方说早上喝杯咖啡啊，或者是随便放一下东西啊，放个什么东西，有一个很小的桌面可以用。用完了之后呢，把它一关，这个拧上，就成了一个小桌子了。这样就是说可以两用。另外呢，这样的一个好处呢，是我这是无损改装，就是这样的话呢，如果说以后想复原的话，直接把这个板装回去就行了。装这个板呢，这个材料呢，最简单的可能是就是用的 plywood，就是用那种木板，但是我看了半天，最后还是决定这个用这个铝板试一试，因为铝板一个是薄，一个是比较轻，对同样大小的这个木板来讲，铝板可能就是说是强度更好。近处看到，你看就是这样子的。我现在初步的想法呢，就是用下边的这3个孔作为支点，下边这3个呢就是那一面的支点。至于上面呢，看它原来的这个孔呢，就是仍然作为你合上之后的固定点，或者是呢，就是这个张开这个之后的这个支撑，就是支撑这个你这个桌板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支撑点，只需要给它拉住就行。这样就是说可以完全无损改装。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办法，就是在这个侧面如果说是拧上一个螺钉，拧上螺钉的话，那么基本上也是无损，可能更方便，就是安装过程更方便。因为这样的话，你到时候把这个它原来的面板装上去，你是仍然看不出来的了。这个我做的过程中最后再看了，因为利用它中间这2个孔的话，有个缺点就是，你拉的那2根绳呢，它会最后占掉你桌面的面积，有一定程度上影响使用。这个呢就是我买的这个铝板啊，eBay上买的，1/8英寸厚的，这个是很结实哈，很结实，作为这个桌面，而且大小刚好差不多，就是用它这个拆下来的这个板当模板是吧？然后直接在上面对好了，是吧？对好了，然后用这个 marker 笔画个一圈，画这个线。画好了之后呢，这就是需要的这个板的这个线了。但我也会把这个边儿锯掉。至于这个边儿呢，正在看，是给它窝成90度的边儿呢，但这样加工起来就比较费劲，还是就直接锯掉算了。这个我做的过程中在看了，因为它足够结实，可能就是没有任何必要窝这个边儿，还不如直接锯掉就是一个平板就解决了。至于它这个插的这个东西呢，我就利用这边这个，看这边这个裁掉的这个，大概宽度差不多，给它裁成宽度一样的，直接固定在它需要的位置。
用铆钉铆上，或者用螺钉拧上，这样就是说可以正好插到这个它这个原来的这个缝里了。OK， 做的过程中呢再看了，现在准备来锯这块板了。就是说，先用这个 C clamps 来固定啊，当然上边垫了点纸，这样避免表面把它划伤。需要说的是，一个是要保护耳朵哈，因为噪音比较大，这要用耳塞。当然了，这个防护镜就是眼镜，另外还是有这个用这个 mask， 免得呼吸这个它锯下来的粉末啊，这个。当然，我现在说话的声音就不对了。这个还有这个用的 jigsaw 来锯啊，就是这样。装好了就是这个样子了。看这个进节，就是跟它原来的这个板还是非常配的，只是颜色，是个铝合金的颜色。当然，下边我可能找一个看能不能给它漆一下，这样就是看上去就没有任何区别了。这个打开用还是很方便的，就直接把这个两个一拧，这就打开了。打开之后就是个小桌子就有了。所以这个在外边这个玩啊或者 camping 啊，需要桌子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这个做个 sandwich 或者是放杯饮料啊等等，就非常方便了。拿个杯子放一下看，放个杯子等等，就是不会说没有桌子用了。当然这个面积不大，如果你买那个现成的这种产品的话，它这个整个后门都占住了，就是说作为桌子来讲就更实用了。但是呢要进行破坏性的改装，现在这个比较简单了。这样的结果就是，如果说不想要它或需要卖车的时候，那就直接把这个原来的这个挡板装回去，就把它复原了。好，那这个项目就改造就这样完成了。大家有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希望能帮助大家。拜。